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现在看到这个发动机是什么了吗？60度 V 型双缸的引擎哦。这个是什么？哈雷，对吧？那大家一定想到第一个就是哈雷，但是它不是哈雷。那么我们看看它是什么。对，它就是雅马哈现在还在继续卖的一个现行的车 Bolt 啊，这个车就是雅马哈非常有个性的一辆车。OK， 我们开始啊，像这个车，那先开始。我靠，好重！这个好重的说，这个啊，脚撑掉啊，像这种车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感觉这个动作特别帅。哪个动作呢？就是钥匙看在这个地方，哎，要这样，嘿，打开。我就感觉这个哈雷就是这种类型的车，就是这个钥匙在这个地方，真的跟别的车不太一样，挺不错的。哦。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还是很给力的啊。虽然说哈雷的声音这个还是比它更响一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哈雷的声音是太响了，这个声音的话应该是正好，非常不错。低音也比较给力的。哇，哦，这个感觉真不错。哦，我现在骑的是雅马哈的哈雷，雅马哈的哈雷。哦，这个感觉，哎，手把，这个手把有点窄呀，这个手把有点窄。然后这个坐姿还是不是很习惯。我这个震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震动？看这个反光镜，啊，这个后视镜，这个震动。哇，然后这个人这个屁股上，啊，这个感觉，这个人还在颠，这个感觉真不错。只是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当然了，脚的着地感就不用讲了吧，大概谁都能踩到地了。这个动力，说实话，真的很牛逼啊！哦，这个震动感觉，这个震动的感觉，然后啊，这个脚这样根本就 hold 不住油箱，你看到没有 ？hold 不住油箱，没有 hold 住油箱，这脚卡在了那个引擎上面。这个感觉，哇，这个震动震得我手都麻了，这个麻了。加速，哇，麻了，脚上麻了，手上麻了。这个震动太给力了。这个太夸张了，哎呦。啊，不过骑在上面这个感觉，这个人好兴奋的说，这个震动感，就有一种啊，骑以前的摩托车就是这种感觉，骑哈雷就是这种感觉。虽然它不是哈雷，但是我已经体验到这种哈雷的感觉了。哇，这个啊，你看像现在等红灯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一直在震动，然后这个人就一直在颠。以前没有一辆车是这种感觉的啊，这个一直在颠。你要看我的手，看我的手，反光镜都在颠。这个表感觉好像档位好像没有显示的样子。现在屁股坐的还是挺舒服的啊，这个坐姿也是挺舒服的。虽然说这个车还是比较，相对哈雷来说，这个车还是比较紧凑的，但是我像我啊1.85米这样坐上去的话，完全也是没有什么说什么非常憋屈啊这种感觉的。
这个在2速里的这个提速并不是非常暴力，这个提速相对的你拧油门拧得很大，然后它的加速感也不是说什么一下子嘣一下窜出去的这种感觉，还是慢慢加速上来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加速感还是稍微有点平顺的，不是那么的暴力。所以说一般的话，新手如果你要骑这个车的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本身这个车的话，在日本为什么要出这个车，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大量的跟哈雷竞争，因为在日本这边的话，哈雷其实卖的是非常好的，很多的人都会选择哈雷。尤其是就选择哈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的脚的着地感大家都能踩到地。那么不管怎么样，你能踩到地，总会有一种安心感嘛。这种安心感是你没有办法从其他的车上面体验到的话，那么哈雷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像比如说日本的他们自己产的一些车，也有坐高相对比较低的街车啦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复古车型什么的，他们都会把坐高其实做的比较低。那相对来说的话，日本产的车的话，本身它的着地感都已经不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嘛，它还是有一点点要求的嘛，还有一些身材比较小的人他也要骑。那么在这种时候的话，哈雷的这个脚的着地感的这个优势就发挥的淋漓尽致。就你再怎么样的复古车，比如说你坐的坐高再低它也比不过哈雷的这个坐高嘛，对吧？虽然说哈雷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重量很大，这个就是他们在选车的时候，其实很多只考虑我脚能够够到地，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哈雷很重，所以说该摔的还是摔。那么当然了，日本他们作为一个对吧，做摩托车这么优秀的一个国家，他们怎么可能做不出哈雷这样的车呢？对不对？那么他们就当时有做了很多哈雷这种车型。那么这辆雅马哈的 Bolt 就是其中之一，专门就是开发出来，为了想要迎合就是国内一部分的日本国内的一些日本人消费者，他们想要哈雷的这个车型，然后对吧，实在是非常的重，然后哈雷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转弯性能上面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行。然后日本吧，因为都是山什么的，全部都是这个扭扭曲曲的山路跑山。那么哈雷这种比如说大一点的车的话，在山路上面就没有办法跑，这个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然后雅马哈的这个 Bolt 现在感觉就是这个 Bolt 在城市里面骑的话，真的是也是非常给力的一辆车。这个每一种的弯，它都能好好的转过来。这个在一些大的车，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跑的话，经常会出一些问题。但是雅马哈的 Bolt 这个完全就没有问题在这种非常小的路上面，然后非常小的转弯上面，也是游刃有余的。所以说雅马哈开发这个车的话，真的是在一些运动性的方面上面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的。它能够超越哈雷，能够超越很多。然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引擎这个声音，不是单纯的咚咚咚咚这个声音，它是跟哈雷一样的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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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这个声音的，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声音。现在停下来的时候，这个不规则的声音比较很难辨识出来。在开的时候的话，真的是一些减速的时候特别容易辨识出来。这个隧道里面的这个声音，这个重低音太给力了。这个重低音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重低音的。哈雷的那个声音的话，我说实话，这个太响了。这个声音的话是刚刚好，我觉得是真的刚刚好。不愧是雅马哈。雅马哈这个车总体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的话稍微比哈雷稍微轻了一点。那么在日常骑行中也不会给人有太多的这种不快感。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震动这个自己能够感觉得到的这个震动，它是一点也没有放水，真的是做的跟哈雷非常的像。这个哈雷这个震动完全就继承下来了。
然后城市里面的这些转弯啊什么的话，完全都是可以啊游刃有余的转，非常的好的。所以说像哈雷这种什么不能转弯了，就不存在的啊，毕竟雅马哈好吗？雅马哈。啊，要速度有速度，要加速有加速，这就是雅马哈做出来的哈雷巡航车，也不叫哈雷巡航车了，就是巡航车了，这个感觉啊，所以今天这个车的话，我试下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这车真的是可以有，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要买哈雷这种车或者巡航车这种类型的话，这个车可以完全可以放到选择项里面去，很不错，很不错。也没有必要，对吧？这个哈雷毕竟啊，哈雷它这个车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厉害的东西。然后，那你要买它以前的这个车型的话，有很多的电控啊什么的也是没有的嘛，对吧？然后再说它这个发动机的这些部件啊什么的，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如日本车的。然后综合来看的话，你比如说身材也没有像这种欧美人这么大的话，那么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可以放到首选里面去，非常的不错。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雅马哈 Bolt 的这个试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